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微小世界。那么这2天呢，我一直在写一个新的 APP 功能，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写起吧。这个功能呢，就是把我们网页端的视频、图片、音乐还有配音的 AI 生成工具搬到手机的 APP 上面。那么这么一来呢，用户就可以通过我们的 APP 应用来生成 AI 视频、AI 图片，然后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进行分享。感觉这个功能还是挺好玩的，所以说我正在抓紧时间把它做出来。那么这个功能呢，算是从零开始开发的，也就是从我们的设计员，用 Figma 设计出 UI/UX， 然后完成之后给我们的后端程序员进行一个实现和编码。那么这里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怎样借助 AI 的开发工具来实现已有的 UI/UX 设计。因为在我以往的工作经历中呢，大部分情况都是直接让 AI 帮忙设计 UI/UX 了。这种情况下 AI 其实是做得特别好的，因为它有自己一个完整的理解、完整的架构、完整的思路，所以做起来也比较顺利。然后呢，当你把 UI/UX 设计喂给 AI 的时候，它有时候就等于说会比较被动的跟着程序员的思路走，那么它就会丧失一些主动权，就会导致代码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、各种各样的 bug 和漏洞。然后今天呢，我就是想借助这么一个视频来聊一聊说，遇到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的工作流程，或者具体说是我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。那么我遵循的一个主要开发思路呢，就是从整体到局部的这么一个去架构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会把我们的 Figma 设计UI 设计进行一个截图，也就从比较大范围的角度去告诉 AI 说我总体要做什么，就不用给 AI 太多的信息，先告诉他我有这么一个想法，比如说我就是要做一个应用端的 AI 生成工具。然后呢，给他的 Figma 也不是说你就得按照这个 Figma 来这么设计，就是告诉他，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参考图，对吧？这只是我的这么一个想法，这是我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草稿。然后还是把主动权交给 AI， 让 AI 告诉你他的思路，通过你对这个功能的描述，还有一些草图的设计，它要怎么实现这个功能。之后你再让 AI 设计一个 UI/UX 给你，就是你让它从零开始设计，爱怎么设计怎么设计。但其实你结果会发现，它设计出来的东西会和你喂给它的 Figma 非常非常的接近，因为这就是你最早给它的一个参考图案。然后但是它是根据自己的理解，再结合你给它的设计方案进行了一个它自己的一个设计，这样出来的结果，整个 UI 和 UX 都特别的流畅，而且 bug 不会特别多。然后你再按照你的 Figma 中的真实的设计情况，把那些参数、图片、颜色、指标等等，再对 AI 的设计结果进行一个逐一的改正、审查，还有一些强化。那么这个工作流程的主要思想呢，还是把主动权交给 AI， 让 AI 来主导一切。然后我们程序员还是只是负责帮忙辅助引导，然后提供一些细节上的修改修正。这样子的话，做出来的项目和结果，你遇到的问题就不会太多，就不会遇到那种 AI 和你都陷入一种无法交流的地步，那样子的话就非常头疼。那么依照这个开发思路和工作流程呢，我大概花了2天左右的时间，把这个 UI/UX 给开发完了。也等于说前端基本上是做好了。我接下来这几天呢，会开始连接后台的 API， 然后争取在这个礼拜内把这个功能彻底的完成。到时候呢，我再出一个视频给大家具体的讲一讲我们这个功能它到底能干什么，然后可以怎么玩。好的，那么我要继续回去上班了。
咱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